看个剧馋死我了。甜甜的恋爱没有也就算了，可是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韩国人到底对芝士热狗有什么执念啊？热狗我们都知道，可是谁第一个把热狗插上小棍棍出去卖的？众所周知，东西穿起来吃更好吃。等等，热狗你真的知道吗？说起热狗，我们可能会想起美国人，但实际上热狗是德国人发明的呀。确实受委屈了。本来嘛，热狗里的法兰克福香肠都是19世纪德国人带到美国的呀。至于热狗的名字是不是属于美国，大家就吵起来啦。但在这个时候，韩国默默的在热狗中加入了致死量的芝士，发明了芝士拉丝热狗。于是一个还真的起源于韩国的食物诞生啦。不知道他们申请专利没有？小技巧，当我们把定语加的足够多，就会精准的指向自己的独特优势。比如你们的桌就是本小区、本单元、本楼层、本门号的1号美女，没毛病吧？你开玩笑。说点正经的，你看，由于早期战争原因，美国人留下了奶酪和热狗，而韩国人则把它们组装了一起。后来战争结束，韩国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奶酪，也就是芝士，颁布了这些政策。这些政策执行了几十年，把芝士的味道深深地刻在了韩国人的基因里。于是现在韩国成了世界第5大进口奶酪国，所以韩国人对芝士味道的认可可以说是无限包容。韩国人会把芝士加进各种食物里，鸡肉里、鱼饼里、年糕里、方便面里，甚至包子和粥里。世界终于是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韩国游玩的朋友向我发来了证据。全都是可以拉丝。这个可以拉丝，这也可以拉，这个鲷鱼烧也可以拉丝，每个都在拉丝，就是主打一个拉丝。救命啊，他们太爱了。至于热狗，芝士交给，但是说来好笑啊。战争后，美国人留下的芝士热狗，在韩国人的热爱下，居然变成了文化反击的武器。韩国处处可见的明朗热狗，成功的进军到亚特兰大、柬埔寨、中国和日本，还曾经在 LA 杂志中被选为洛杉矶最受欢迎的街边食物10强之一。但这个新闻来源是韩文的，大家真假自辩哦。扯远了。今天你们的桌打算做一个土豆泥、芝士、拉丝、热狗啊，你桌专属。嘘，定语越多越原创。当然，在制作方式上，其实我也做了一些改良。第一，我把芝士热狗外面的面糊换成了土豆泥，这样热量稍微低了那么一丢丢。第二，我把油炸的方式改成了用空气炸锅制作，热量又减少了那么一丢丢，2个一丢丢加起来可以吃2根减肥餐。没有这种事，这个只不过是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。好的，开工。今天小桌宅家做热狗，原料就这些。不过芝士要注意一下，选错了芝士可就不拉丝了。根据香肠的宽度裁切奶酪，再把香肠切成合适的长度，拿出竹签，底下穿香肠，上面穿奶酪。完成这一步的你已经强得可怕。土豆子你就削皮切块上锅蒸，蒸到能用筷子插透，你就可以调味了。调味部分我们主打一个自己说了算，我喜欢加一些胡椒，加一些海盐。如果你喜欢奶味的话，也可以再加点美乃滋，用你习惯的工具给它捣成泥。又要做手工了，把土豆泥均匀的包裹在热狗上，裹不匀也没关系，让我们揉搓历练一番，它的棱角总会被磨灭。哎，你说谁呢？热狗棒的雏形就出来了，虽然丑，但不耽误吃啊。然后是世界通用的过3关，一层淀粉，一层鸡蛋液，一层面包糠，寄出你家落了灰的空气炸锅，挨个摆放进去，180度10分钟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吐了。对不起，芝士实在是给的太多了，让我们忽略这个小小的卖相问题，撒上你爱吃的酱料，我这里用的是黄芥末酱和番茄酱，然后我就忍着烫手给你们表演拉丝，倒也不是我敬业，主要是凉了它就拉不开了，就这个长度，叫我一声古希腊掌管拉丝的神，不过分吧？至于味道嘛，咱们还是要讲点道理的，空气炸锅的肯定没有油炸的更香酥，但是不用加油锅，我愿意牺牲一点味道。图文教程我放这儿了，记得截屏。最后一个小提示，好吃你不要吃太多啊！书好吃好玩，关注小桌。